海盗或称海匪、海贼、海寇等，是海上的强盗，只在沿海或海上抢劫其他船只财产的人，是一门相当古老的犯罪行业。自从人类开始利用船只运输以来，海盗便应运而生。古时海盗多以海洋沿岸居多，地中海、欧洲北海等地海盗一度非常猖獗。宋朝后，中国南方与东南亚海盗势力猛增，日本与韩国海滨则有东瀛海盗和朝鲜海盗，特别是从航海大发展的16世纪至今，只要是商业发达的沿海地带都有海盗。作为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以其冒险、掠夺和神秘的形象而闻名。这些海盗的从业经历各有各的心路历程，有的是生活所迫，有的则是持证上岗。他们在海洋上纵横驰骋，给各国的航运和贸易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也为各类影视作品提供了大量的灵感素材。本期视频，我将为您介绍历史上最著名的10个传奇海盗。看过《加勒比海盗》的朋友们，应该对黑胡子海盗船长有深刻印象。他是杰克史派罗的老情人安杰丽卡的父亲，精通黑魔法，为人卑鄙无耻、阴险狡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黑胡子船长的现实原型正是爱德华·蒂奇。爱德华出生于英国，是18世纪最为臭名昭著的海盗之一。他的名字在海盗历史的篇章中闪耀着令人胆寒的光芒。黑胡子早期效力于著名的海盗船长霍尼戈尔德，机缘巧合下获得赏赐一艘配置强大的商船，这艘船就是著名的复仇女王号。从此自立门户，开始了他的单飞创业。黑胡子有着丰富的航海经验和足够大的野心，以其凶悍和狡猾的手段在海上迅速崛起。他的船只装备精良，船员们也都对他忠心耿耿。黑胡子在掠夺时善于运用策略，他会先升起英国国旗，伪装成正常的船只，接近目标后再突然升起海盗旗，发动袭击，让商船猝不及防。他不仅打劫过往的商船，掠夺货物和财宝，还敢于向当时强大的英国皇家海军发起挑战，并以自杀式的攻击打得皇家海军节节败退。数次海战的胜利下来，使得他在海盗圈子里的名声大噪。加上黑胡子为人心狠手辣，对待敌人的手段非常残忍，一时之间，黑胡子和他的船队称霸整个大西洋。一直到了1718年5月，作死的黑胡子率领4艘海盗船袭击南卡罗来纳州的首府查尔斯顿，大肆抢掠。他甚至还绑架了很多人质和市政议会的议员，以砍下这些人质的头为要挟，勒索了英国政府150万英镑的赎金。得到赎金后，黑胡子并不是把钱分给手下，也不是招兵买马壮大势力，而是设计让复仇女王号搁浅，骗手下人进行检修。他则带着几个心腹卷钱逃走，独吞了这笔巨额的赎金。天狂必有雨，人狂必有祸。黑胡子终于惹怒了黑白两道的所有人。1718年11月，他在弗吉尼亚海岸附近的沙洲被英国军舰拦截。在激战中，黑胡子被埋伏在甲板下的海军突袭，死在了英军梅纳德中尉的手上。此后，黑胡子的头被砍下挂在军舰的桅杆上，带回了弗吉尼亚。其头骨被工匠用银箔包裹，制作成酒杯，供那些有特殊嗜好的客人使用。爱德华·蒂奇的一生充满了冒险、暴力和贪婪。他的存在是18世纪航海史上的一个黑暗篇章，也算得上是当时海洋上的一代枭雄了。威廉·基德1645年出生于苏格兰，他的老爹是格林诺克郡的一位牧师。早年的他就不是一个甘于平凡的人，初期他靠一条租来的船亲自担任船长，做起了海上贸易的生意。这期间不仅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也赚取了非常可观的财富。有钱后，他开始也按部就班地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到此本可以过上安逸富足的生活，但是没多久就按耐不住躁动的心，又向着星辰大海出发了。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船长生涯都非常的顺风顺水。在1690年前后的英法战争期间，他甚至维持掌控了英美之间的贸易航道。时间来到1695年，50岁的基德船长迎来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他受到纽约、马萨诸塞和西罕布什尔总督与贝洛蒙特伯爵的邀请，率领船队去印度洋打击海盗，进攻法国商船，并以劫掠成果分给英国王室1/10的约定，拿到了英国国王威廉3世颁发的私掠许可证，正式成为了持证上岗的海盗船长。现在真正到了可以放手大干一场的时候了。但戏剧性的是，拿到了官方许可的基德船长，在海上漂泊了很长时间，竟然连一个合格的抢劫对象都没有遇到，就连船上的粮食和淡水都将要消耗殆尽。实在没办法，他们只能冒险洗劫了遇到的一艘由东印度公司保护的莫卧儿帝国的使者船。由于这艘船悬挂的是法国国旗，从私掠许可证上的营业范围来说，并不算很出格，算是打了个擦边球。英国皇室并没有过分追究，顺利过关。这次冒险行动的成功，彻底让他有恃无恐，在行动中变得越来越大胆。1698年，基德船长冒充法国舰船，袭击了一艘亚美尼亚商船奎达商人号，抢劫了大量的财物。只是万万没想到，这艘船的船长是一名英国人，这就明显超出了英国皇室给他的私掠许可了。这时候基德其实已经心虚了，本想马上放了对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是他的船员们可不愿意松开这口到嘴的肥肉。船员们对他洗脑说，自己的船队挂的是法国国旗，打劫英国船只只是常规操作，不会出事。基德船长也是耳根软，稀里糊涂就同意了。殊不知，就是这个决定为他惹来了杀身之祸。消息很快传到了英国，皇室把他列为海盗，并对他开出了高额的悬赏追捕令。他手下那些船员看他大势已去，纷纷投靠了马达加斯加海盗罗伯特·库利福德等其他势力。大冤种基德船长这时候才感受到了人情冷暖，想回头是岸，却已经是难上加难了。不得已，他只能和当时邀请他出海私掠的贝洛蒙特伯爵取得联系，本想着都是一个利益链条上的人，想寻求得到他的帮助。但他还是太天真了，对方根本不讲武德。1699年7月6日，基德船长被诱骗到波士顿，他和13名船员刚上岸，便立即被逮捕入狱。没有人再为他说一句好话。贝洛蒙特伯爵和英国的威廉3世都选择了牺牲他来保全自己的声誉。虽然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承认自己是海盗，但还是在1701年5月23日于伦敦码头被执行了绞刑。为了震慑其他的海盗，他被绞死后，尸身涂满了柏油，绕上铁链，装在笼子里，悬挂于泰晤士河畔2年多。相比前面讲的黑胡子，基德更像是一个有野心没头脑的政治牺牲品。有民间传闻，他在生前留下来了大量的金银财宝，藏在了海洋中的秘密地点。基德在狱中曾经交给妻子一张纸条，上面写着4组数字，分别是44、10、66和18。人们认为这就是他藏宝的神秘代码。多年以来，有过数批探险者声称找到了他的藏宝图，但不是线索残缺不全，就是在寻宝过程中葬身大海，最终都没有结果。如果看视频的你正好是一位探险家或者是密码专家，可以尝试一下解开这个历史谜团，万一真的找到了宝藏，请记住，苟富贵，勿相忘。谁说女子不如男，女性能顶半边天？这半边天自然也包括海盗这个很有前途的职业。安妮·波尼1697年出生于爱尔兰科克郡，是他老爹与一名婢女庶出的女儿。一头红发的她出落得十分漂亮。她从小就被当作男孩子一样培养，性格既泼辣又暴躁。13岁时就因为和一名女仆发生口角，一言不合就拿刀捅伤了对方的胃部。也正是因为长得漂亮，身边总有众多的追求者围绕在身边，不厌其烦的她直接持剑刺伤了其中几个倒霉蛋。
直到最后才选择下嫁了一名当过海盗的水手詹姆·伯尼。1718年，安妮和她的丈夫搬到了巴哈马的新普罗维登斯岛，这是一个海盗成群的地区。她的丈夫成了统治者伍兹罗杰斯的线人，成功上岸当了一名公务员。没有正当工作的安妮在此期间结识了很多海盗，包括著名的海盗头子棉布杰克。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安妮选择了入伙，和杰克一起成为了海盗。她成了海贼王的女人。安妮正式开始了她的海盗生涯，并与同样著名的女海盗玛丽里德成为了同事。两人公开以女人的身份在棉布杰克的复仇号上干活，且两人都是工作狂。他们性格彪悍，作风硬朗，获得了大量战功，业绩 KPI 十分突出，这也让他们赢得了其他海盗的尊敬。由于风头太盛，甚至还登上了北美洲唯一的一份报纸 Boston Newsletter， 成为了正式被通缉的海盗。安妮虽然强悍如斯，也有女人的一面，她和杰克的风流韵事成了欧洲社会的谈资。有意思的是，在玛丽里德登船的初期是女扮男装的，可能是扮相过于俊美，安妮看上了她。得知对方也是女人后，恼羞成怒，准备动手杀死玛丽。杰克知道后，从中劝阻，一番花言巧语，两人竟一起成了杰克的情人，真特么狗血。此后，安妮每每在杀人之前都会露出她的胸部，让对方知道自己是被女人所杀，不仅要敌人的命，还要羞辱敌人的尊严。不过，这种日子没过多久，他们的职业生涯就走到了尽头。1720年，杰克的船队遭到了牙买加统治者乔纳森·巴奈特的进攻，杰克和他的船员们因为喝得酩酊大醉，根本无力反抗，只有安妮和玛丽带领着少数人奋力应敌。最终失败，所有海盗成员都被逮捕，并全部被判处绞刑。只有安妮和玛丽声称已经怀孕，暂时躲过了一死。据说，安妮对杰克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看到你在这里令人难过，但是如果你当时像个男人一样战斗的话，你现在就不用像条狗一样被吊死。”关于两个女人的最终去向，众说纷纭。玛丽里德后来在狱中死于高烧或者难产，而安妮则不知所终，历史上的记载不明。有说她被父亲保释后回到查尔斯的，也有说她以新身份继续海盗生涯的，但都已经不重要了。她以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女人不是弱者，漂亮的女人也可以很强悍，哪怕是在专属于男人的传统领域，一样可以不输于人。千万不要小看女人。亨利·摩根相比前面出场的几名海盗，他的人生起点要好得多。1635年出生在威尔士的一个大户人家的庄园，他的家庭至少也算得上是中产阶级。早期从军，参加过加勒比海地区巴巴多斯的殖民地战争。1655年，英国海军从西班牙人手里夺得加勒比海的牙买加岛，这里山脉连绵，植被丰富，不仅盛产闻名世界的蓝山咖啡，还有另外一种特产——海盗。当时的亨利·摩根还是英国海军的一名士兵。由于需要第三方势力对抗西班牙，英国人纠集了不少无恶不作的亡命之徒。摩根借此机会结识了很多岛上的小偷、骗子、逃奴、杀人犯。这些人逐渐形成有组织的海盗帮派，在英国政府的许可下，成了英国攻击西班牙的一股重要力量。或许牙买加岛就是摩根的福地。先是他叔叔爱德华·摩根当上了加勒比英军指挥官，而他则娶了叔叔的女儿为妻。随后叔叔去世，他接班成为准军事部队的司令官，直接少奋斗20年，不久更是晋升为海军中将，麾下拥有15艘船和900多名船员。他同时还被推举为海盗总头目曼斯菲尔德的继承者，当上了加勒比海盗话事人。这样一来，摩根既是高级英国军官，又是海盗统领，一时之间成了黑白两道通吃的风云人物。此后，他便开始在海上大展拳脚，先是袭击了古巴，又进攻了巴拿马。巴拿马贝绿港的城防做得十分坚固，一时之间难以攻下。他想出了一个恶毒的主意，用被俘虏的牧师和修女作为军队的挡箭牌，趁信仰天主教的敌人慌乱之际，拿下了这座重镇。只此一战，
亨利·摩根名声大噪。1年以后，摩根又分别进攻了委内瑞拉沿岸几个城市，击败了西班牙人，封锁海上的战舰。1670年1月，他率领船队再次进攻巴拿马的西班牙人，不仅打了胜仗，还劫掠了200万英镑。只是此时的西班牙已经和英国签订了停战协议，亨利·摩根因为破坏了和平局面而被召回英国，关进了大牢。国王查理2世赦免了他，并于1673年为他封爵，任命他当牙买加副总督，让他帮助政府铲除海盗，甚至还让他担任海事法庭法官，拥有了审判海盗的权利。此后的摩根一直扮演着一官一匪的角色，既要完成一定的打击海盗的指标，又和海盗团伙暗中勾结，利益输送。直到后来实在被太多次投诉，才被英国王室解职。1688年，无所事事53岁的摩根已经沦为一个酒鬼。一次生病后，一名黑人巫师替他灌肠，并为他的全身敷上粘土，这反而加重了他的病情。不久之后，这位海盗之王便一命呜呼了。虽然人生结局略显潦草，但是放到腥风血雨的海盗群体中，也算是一个高寿而善终之人了。摩根在加勒比海横行霸道30余年，是一个令所有人闻风丧胆的恶鬼，江湖人称残暴者。至今，民间还会有人用他的名字来吓唬小孩。17世纪50年代到18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海盗行业的黄金时代。而在黄金时代最成功的海盗，来自威尔士的选手巴沙洛缪·罗伯茨绝对是成功海盗中的佼佼者。他以4年时间洗劫超过400多条船只的业绩，堪称海盗界里的劳模。回顾罗伯茨其人和他的职业生涯，可以看出他的成功并非偶然。他不仅不像传统海盗一般生活放荡不修边幅，反而是一个很注重外表和礼仪之人。不仅长相英俊、温文有礼，喜欢穿华丽的黑色礼服，并浑身佩戴珠宝，不喝酒而爱喝茶，而且还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会按时做礼拜。他更会劝船上的船员一同信奉基督教，被人们称为黑色准男爵。罗伯茨原本是在一艘贩卖黑奴的商船上工作。1719年，他所在的船队被海盗戴维斯洗劫，罗伯茨就此加入了戴维斯的海盗团队。因为罗伯茨和戴维斯都是来自威尔士的老乡，加上他确实业务能力出众，作战勇猛，经常冲在战斗的最前线，很快就成了戴维斯的左膀右臂。不久后，戴维斯则在非洲的几内亚海湾被杀死，罗伯茨此时则被推选为船长。他先带领海盗团队为戴维斯报了仇，接下来就开始了他的创业之路。他性格沉着冷静，善于思考，他以冷血著称，不仅劫掠商船，连海军也从不放过，并且每次劫掠都不留活口。1720年，他带着船员成功袭击的一艘葡萄牙商船，并将此船改造成战船，并取名皇家幸运号，拉开了此后4年时间打劫了400多艘船只这种超高业绩的序幕。罗伯茨是一名非常自律、有思想、有抱负的创新型海盗，其为手下海盗所制定并完善了罗伯茨船规，也叫海盗12戒，已经具有了一些现代军队管理和企业管理中的理念。例如，对日常的一切事务，每个人都有平等的表决权，但需遵守船长的命令。偷取同伙财物的人要被遗弃在荒岛上，严禁在船上赌博。晚上8点准时熄灯。每个船员要负责按时保养维护自己的刀枪，不许携带儿童上船，勾引妇女者死，临阵逃脱者死等。他甚至还制定了福利保障体系和严格的分配制度。他对成员约定，在战斗中残废的人可以不干活留在船上，并从公共储蓄里领800块西班牙银币。分战利品时，船长和航海长可以拿战利品份额的2份，套手、厨师、医生、水手长分 1.5 份，其他有职人员分 1.25 份，普通水手分1份。正因为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得罗伯茨的团队拥有严整的纪律以及强大的凝聚力，在虎狼环伺的加勒比海迅速成长为一代霸主。虽然罗伯茨为了事业的发展已经如此的努力了，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谁也不知道机会和意外
哪一个会先到来。1722年2月，他们和皇家海军斯沃洛号发生遭遇战，被炮击损失严重。慌乱中，罗伯茨竟将对手的斯沃洛号看成自己的漫游者号，刚一靠近就被开枪击中而亡。罗伯茨死得突然而仓促，他的船员按照他生前立下的愿望，将他的尸体投入了茫茫大海中，一代枭雄就此陨落。